我妈是圈子里出了名的恋爱脑，爸爸的女兄弟再一次拙劣将红酒泼到自己身上，为了陷害妈妈时，所有人都以为妈妈会和从前一样，忍辱负重。可这一次，妈妈淡定地拿出离婚协议，是你对感情不忠，孩子和钱都归我。所有人笑出了声。打赌不超过3天，我妈便会乖乖求饶。只有我知道，妈妈好像变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说完，妈妈牵着我的手离开了宴会场，徒留下面面相觑的众人，身后的打趣声还没散。不得了啊，这次都敢提离婚了，看着吧，等会林哥回家晚了，说不定某人的电话就来了，这是装模作样呢。可妈妈连肩膀都没晃一下，情绪稳定得很。坐进车里，我偷偷瞄她，以往这时候，她眼眶早红了，说不定还会趁着我不注意，掏出纸巾飞快擦一下眼泪。可今天她只是抬手卸下了脖梗的珍珠项链，语气平静地跟司机说：“去滨江公寓。”那是妈妈去年用自己设计稿赚的钱买的小公寓。之前爸爸总笑她瞎折腾什么，难不成你真舍得离开我？说这话时，爸爸还搂着那个女兄弟的肩膀，全然没看见妈妈眼底的决然。到了公寓，妈妈先给我热了杯牛奶，坐在沙发上陪我慢慢喝，暖黄的灯光裹着她。她忽然弯下腰，眼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认真。囡囡，爸爸妈妈要离婚了，你想跟谁？我捏着温热的杯子，心脏漏了一拍。很早之前，我就知道离婚的意义了，就是爸爸妈妈会分开。几乎没思考，我选择了妈妈。我早就记不清爸爸多少次因为那个阿姨的急事缺席了我们的生活。一到妈妈生日，阿姨总是会生病，然后把爸爸喊走。爸爸说很快就回来，可结果是蛋糕的蜡烛燃到最后一根，爸爸都没有回来。我生病发烧，爸爸说阿姨喝醉了，不放心她一个人，把家里的司机喊走了。是妈妈抱着我跑了半条街去医院，桩桩件件都没有选择爸爸的理由。妈妈听到我的回答，眼睛里好像落了点星光，伸手摸了摸我的头，轻声说：“好，那以后妈妈和囡囡一起过。”妈妈刚把我哄睡，手机又亮了起来。我睁开一条缝，看见荧幕上跳动着林青2个字。妈妈皱了皱眉，走到客厅才接起。我悄悄起身，扒着门缝看，视频里不是刚才的宴会厅，而是他们常去的会所。有人开口：“林哥，沈婉珍这次看样子是来真的，你就不怕她真跟你离婚？”这话刚说完，爸爸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，声音含糊却带着十足的自负：“怕？她沈婉珍怎么可能跟我离婚？”他抬手揉了揉太阳穴，眼神飘向远处，像是在回忆什么，语气软了点，却更自负。当初沈婉珍为了我，放弃出国读设计的机会。那年地震，我们俩被困在地下室里，我逗他说快渴死了，他连割腕喂血都做出来了，怎么可能舍得和我离婚？大家揶揄起哄，爸爸倚靠在沙发上，似笑非笑。我也不是非要和他吵，谁让他每次都和青青过不去。说实话，我有点受不了沈婉，控制欲太犟了，他恨不得拿条狗链将我拴到他身边。我也是个人，也会觉得累。这次明明是他做错，泼了青青一身酒，不就让他道个歉，还敢威胁我离婚？
其中一个叔叔打趣：行了，别炫耀了，谁不知道嫂子多爱你啊？林青也笑着：是啊，说不定嫂子在家抱着孩子哭呢。妈妈站在客厅里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过了几秒，妈妈掐断了通话：他们说错了。妈妈并没有抱着我在哭，而是很冷静地挂了电话。似乎没人相信，妈妈是真的想和爸爸离婚。所有人一致认为，这不过是妈妈在争风吃醋。准确说，这是妈妈第二次和爸爸提离婚。第一次是在我出生前，听家里的保姆说，那天爸爸啄了对家的道，被下了药，是林青阿姨舍身替爸爸解的药。妈妈赶到时，酒店房间一片狼藉，她和爸爸提出了离婚。只是没多久，妈妈便被查出怀上了我。再加上爸爸再三解释，两人没有突破底线，最终妈妈还是原谅了爸爸。所以这次没人会相信妈妈是真的想离婚，就连爸爸也不信。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，妈妈的手机却再次响了起来。这次是爸爸打来的电话。妈妈轻轻起身，怕吵醒我，拿着手机走到了阳台，还特意拉上了玻璃门。可夜深人静，声音还是断断续续地飘了进来。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能看到阳台上映出妈妈挺拔的身影。她背对着我，语气听不出太多情绪。电话那头传来爸爸熟悉的声音，带着几分酒后的沙哑和戏谑：老婆，我真是小看你了，居然学会带着囡囡离家出走了。紧接着，我听到了林青阿姨娇滴滴的声音，像是故意凑在电话旁边说：林哥，别跟嫂子生气了，她可能就是闹小脾气呢，实在不行，我给她道个歉就是了。妈妈听到这话，轻轻嗤笑了一声：道歉就算了，告诉你的林哥，只要他签完字，我自然会回去。爸爸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：行，离婚就离婚。接着挂断了电话。妈妈把爸爸拉黑了，准确地说，拉黑了他们那个圈子里的所有人。林青阿姨联系不上妈妈，于是她给我的儿童手表发了消息，是一张照片。爸爸昏睡着，身上还挂了一条被扯得不成样子的丝袜。小团团，把照片给你妈妈看。我心里有些慌，不知该不该给妈妈看。犹豫时，妈妈已经走到了我身后。她的目光落在照片上时，原本柔和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。以前就算爸爸和林青阿姨走得近，妈妈最多红着眼眶忍着。可这次，我清晰地看见妈妈眼底烧住的怒火。呵，真是越来越没底线了。妈妈的声音沉了下来，拿出手机拍下了一切，又把林青阿姨的账号从我手表里拉黑。处理好这一切，妈妈拨通了电话，她的声音冷静得可怕，却藏着压不住的怒火。王律师，我要求加快离婚流程。另外，麻烦你准备一下，林青女士用我女儿的儿童手表发送不当照片，涉嫌骚扰，我需要保留证据追究责任。挂了电话，妈妈伸手摸了摸我的脸，气缓和了些，却还是能听出余怒。团团，刚才那张照片很难看，对不对？妈妈生气，不是因为还在乎你爸爸，是因为他们不该用这种恶心的方式打扰我们，更不该把你卷进来。他顿了读，眼神变得无比坚定。妈妈不会让他们再欺负我们了，以后谁都不能。面对妈妈的转变，我无疑是最欣喜的。我不想再看见妈妈坐在床边垂泪，那模样仿佛随时都会离我而去。很快，我就知道妈妈说的是什么意思了。除了离婚，妈妈又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。她把林青阿姨发的照片晒到了网上，外面似乎因为妈妈的举动闹翻天了。爸爸公司股价一夜大跌，林青阿姨被网友攻击谩骂，
爸爸也第一次和妈妈低头道歉。他屈尊降贵来到妈妈的公寓。老婆，这一切都是误会，我和青青什么都没发生，只是喝多了。妈妈没说话，只是让我先回了房间。在我关上门的那刻，妈妈终于爆发了。你和林青两个人想怎么搞，我都无所谓，可他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骚扰我的囡囡。他把那种照片发给囡囡是什么意思？林沐晨，难道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爸爸难得的理亏，不敢和妈妈对视。青青这件事是过分了点，可是你发到网上，对他造成了多大的影响，你知道吗？妈妈嗤笑，他敢做出这种勾引人家老公的事，还怕影响？一直躲在门外的林青阿姨总算藏不住了，她涨红着脸闯了进来，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妈妈。沈婉，我只不过是和林哥关系好了点，你非要逼死我吗？听到这话，我忍不住冲了出去，像失控的小兽，一头撞在了林青的小腹上。你个坏阿姨，不许欺负妈妈！林青下意识尖叫一声，将我推倒在地。妈妈急红了眼，抬起手给了他一巴掌。林青，谁允许你动我女儿？这瞬间，我觉得妈妈慢爆了。林青阿姨捂着脸，不可置信。爸爸莫先看摔在地上的我，而是伸手把林青阿姨拉到身后。沈婉珍，你疯了，动手打人像什么样子？青青好歹是我朋友，你就不能有点分寸？妈妈抱着我的手紧得发颤，眼神却像淬了冰。她冷笑一声，分寸？林沐晨，你跟我谈分寸？她低头指了指我膝盖上的淤青，又抬眼看向爸爸，语气里满是嘲讽。你女儿被人推倒在地上，膝盖都摔青了，你第一句话不是问孩子疼不疼，而是护着这个推我女儿的女人，这就是你讲的分寸？爸爸被问的一噎，脸色涨红。囡囡也有错，她不该先撞青青，青青也是下意识才推她。下意识？妈妈打断她，声音陡然拔高，眼里的怒火几乎要溢出来。我女儿才6岁，她为什么撞她？还不是因为这个女人拿着乱七八糟的照片骚扰孩子，还一次次挑衅我。林沐晨，你瞎了吗？你看不到她安的什么心？你看不到你女儿吓得直哭？爸爸叹了口气，魏楠看了眼我，就算他是故意的，那也是你欺人在先，你和青青道个歉，再出面澄清都是误会。离婚的事，我就当你没提过。妈妈后背绷直，前所未有的平静。林沐晨，我们离婚吧。妈妈转身回了客厅，再出来时，手里多了份离婚协议，签了这个，我可以删视频。爸爸脸上的笑僵了一瞬，又换成那副漫不经心的姿态，笑容多了几分轻蔑。他依旧不相信妈妈会和他离婚，在爸爸眼里，妈妈不过是和林青阿姨争风吃醋，是爱她的表现。爸爸莫回答妈妈的话，林青阿姨在旁边听着，嘴角偷偷勾了勾，却还装出委屈的样子，捂着脸摇摇欲坠。算了，都怪我明知道嫂子开不起玩笑，是我惹嫂子不开心了。只要你们好，我背负点骂名没什么的。妈妈转头和林青阿姨对视，背负骂名？难道是我逼迫你脱了衣服，躺我老公床上的？你敢说你对林沐晨就没有别的想法？林青阿姨心虚地瞥了爸爸一眼，支支吾吾地解释，我们真的只是兄弟。妈妈打断她的话，能光着膀子睡一张床的女兄弟，我还是头一次见。够了！爸爸出声呵斥。他蹙眉，目光里除了无奈，还有藏不住的厌烦。这些年，是我纵的你不知天高地厚了，让你觉得能随便污蔑我的人。林青阿姨在旁边适时地吸了吸鼻子，
眼眶红红的。嫂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可我真的没别的想法。要是我的存在让你们吵架，那我走，我以后再也不联系林哥了，行了吧？他说着就要往外走，爸爸伸手拉住他。沈婉，你非要把青青逼到这份上，你满意了？我不理解，分明做错事的人不是妈妈，为什么爸爸总是要维护林青阿姨？去年妈妈的生日当天，妈妈穿了新裙子，化了淡妆，从下午就坐在沙发上等。6点、7点、8点，蛋糕上的蜡烛烧完了一根又一根，爸爸的电话始终打不通，直到10点，爸爸才回消息，说林青阿姨喝醉了。那天晚上，妈妈抱着我坐在餐桌旁，看着没吃完的蛋糕，眼泪一滴接一滴砸在盘子里。那时候的妈妈还会哭，还会难过，还会期待爸爸的解释。再后来，我发烧到39度，浑身发抖，妈妈急得直掉眼泪，给爸爸打了10几个电话。终于接通时，爸爸的声音很不耐烦，青青喝醉了，我得送她回家，你自己带囡囡去医院不行吗？妈妈没说话，只是咬着嘴唇挂了电话。那天晚上下着大雨，家里的司机被爸爸叫走送林青阿姨了。妈妈背着我，深一脚浅一脚往医院跑。那天妈妈没哭，只是一夜没合眼。我再也没问过爸爸为什么不回来。还有一次，爸爸答应带我去游乐园，我前一天就把小背包收拾好，装了最喜欢的零食和玩具。可早上醒来，只看到爸爸留在玄关的纸条，青青脚崴了，游乐园下次再去。妈妈拿起纸条，看了很久，然后蹲下来，笑着摸我的头，囡囡，妈妈带你去好不好？我们去吃棉花糖，坐旋转木马。那天我们玩得很开心，妈妈陪着我坐了3次旋转木马，还买了超大的棉花糖。可我看到她在摩天轮上，望着外面的风景，眼神里没有一点笑意。回家的路上，我问妈妈，妈妈，你不开心吗？妈妈愣了一下，然后摇摇头，说没有呀，囡囡开心，妈妈就开心。可我知道，她在撒谎，因为那天晚上，我看到妈妈坐在阳台的椅子上，看着爸爸的照片，看了很久很久，却一句话都没说，也没有掉眼泪。她好像已经习惯了，习惯了爸爸的缺席，习惯了自己消化所有的委屈。也是那天起，妈妈仿佛变了，所以我开口了，爸爸，明明妈妈才是你的妻子，我是你的孩子，为什么你要护着一个外人？为什么你总是一次次因为这个坏女人丢下我和妈妈？妈妈不要你，我也不要你了。话落，周遭寂静，妈妈嗤笑一声，目光中多了抹鄙夷。林沐晨，你不是觉得我控制欲强吗？现在我放你自由，难不成你就是享受被我用链子拴住，做我身边的狗？妈妈这段话攻击性极强，爸爸惯要面子，咬牙答应，行，离婚就离婚。他的目光落在财产分割类目时，顿了读，毫不犹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我等着你哭着回来求我，可爸爸不知道，妈妈早就申请了去德国留学的签证，不会回来了。爸爸为了给林青洗白，他带着林青阿姨出现在了商业晚宴上。当晚，井号林沐晨新伴侣的词条就冲上了热搜。照片里林青挽着爸爸的胳膊，笑靥如花。媒体通稿里满是郎才女貌、天造地设的字眼，甚至有人翻出妈妈以前的照片，嘲讽妈妈人老珠黄，早就该退位让贤。也有人说，爸爸和林青阿姨年少相爱，是妈妈突然出现横插一脚，妈妈才是那个小三。
好多人都等着看妈妈的笑话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爸爸带着林青阿姨几乎承包了所有的财经娱乐版面。两人一起看画展，出席品牌活动，甚至去国外度假，每一次都被媒体拍得清清楚楚。林青更是故意在社交平台晒出和爸爸的合照，配文：谢谢你，一直在我身边。下面全是不明真相的网友在夸神仙爱情，而妈妈成了那个破坏别人爱情的小三。妈妈却毫不在意，她每天除了陪我，就是准备留学需要的作品集。直到某天晚上，妈妈正在给我讲睡前故事，她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来电显示是陌生号码。妈妈接起电话，那头传来吵吵闹闹的声音，其中一个叔叔说：嫂子，林哥喝多了，正闹着找你呢，你看看方不方便来接人。妈妈的声音没有一丝波澜，我和他已经离婚了，喝多了和我也没关系。那边传来他朋友的声音：嫂子别闹了，再闹林哥是真要当真了。我看嫂子这么闹，离婚算了，我们轻轻多善解人意。沈婉要是真舍得离婚，我原地吃了。爸爸却突然抢过电话，醉醺醺地说：沈婉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现在回来求我，我当什么都没发生。你要是不回来，今晚我就跟青青。莫等他说完，妈妈决然地挂断了电话，顺便把这个号码拉进了黑名单。当晚，妈妈手机里收到了好多匿名短信，都是爸爸和林青阿姨的高清照，每一张都在刻意炫耀，每一张都在往妈妈心上扎。短信内容更是不堪：沈婉，谢谢你把林哥害我，要不是你不时去闹离婚，我还没这么快能光明正大陪在他身边呢。林哥说和我做这种事才快活，不像你，跟死鱼一样无趣，连个笑都不会露。你放心，我会帮你好好照顾你老公的。妈妈坐在床边，指尖划过荧幕，眼神一点点冷了下来。她把所有照片和短信都转发给了王律师。我躺在床上，偷偷看着妈妈的背影，小声问：妈妈，你不难过吗？妈妈转身坐在我床边，摸了摸我的头，声音很轻却很稳：囡囡，你要记得，永远不要为了不值得的人难过。而且妈妈现在有更重要的事要做，陪你长大，去完成自己的梦想，这些都比纠结这些糟心事重要多了。看着妈妈留学申请通过的通知，我似懂非懂。第二天一早，井号林沐晨林青同回公寓的词条又上了热搜。照片里林青扶着醉醺醺的爸爸，两人一起走进了别墅，整夜都没出来。发生什么？可想而知，大家都猜测林太太的位置要换人了。所有人都等着妈妈哭着回来求爸爸，就连爸爸也觉得妈妈这次一定会妥协。他让助理给妈妈发了条消息：太太，林总说，只要您愿意回来道歉，承认之前是您误会了他和林小姐，他可以不计前嫌，重新考虑撤销离婚申请。而此时，妈妈已经替我办好了转学手续和出国的签证。我盼啊盼，总算盼到了离婚冷静期结束的这天。妈妈今天涂了裸粉色口红，连平时总随意挽着的头发都好好的盘成了低髻，别着枚小小的珍珠发夹，那是她自己设计的款式。以前爸爸总看不上妈妈的设计，认为丢了林太太的身份，可在我看来格外好看。刚走到门口，就看见爸爸站在台阶下，他身边还站着林青阿姨。林青阿姨穿了条紧身的红色连衣裙，头发烫成卷卷的，不经意露出脖颈处的红痕，手里拎着爸爸的西装外套，一副女主人的模样。看到妈妈，爸爸的眼睛亮了一下：婉婉，你今天很美。他伸手想帮妈妈理一下耳边的碎发，就像以前无数次那样，
却被妈妈轻轻侧身躲开。爸爸的手僵在半空，林青阿姨这时候才慢慢走过来，拉了拉爸爸的袖子，声音软乎乎的：“林哥，嫂子今天确实好看，一看就是特意打扮的，肯定是还在乎你呢。”爸爸听了这话，嘴角立刻又扬了起来，看着妈妈的眼神多了几分笃定。行，我看看你能闹到什么时候。我拉着妈妈的衣角，偷偷瞄爸爸，他一脸自信，不相信妈妈会离开他。我也不明白，爸爸为什么可以那么自信。一直到办理窗口的工作人员问：“两位是来办离婚手续的吗？”爸爸沉吟片刻，林青阿姨在他身边小声说：“林哥，你别担心，嫂子就是想让你多哄两句，等会儿她肯定舍不得签的。”爸爸莫说话，却轻轻拍了拍林青的手，显然是认同了他的话。妈妈从包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材料，离婚协议、身份证、户口本，一样样摆得整整齐齐。工作人员核对完资讯，把离婚申请表推到两人面前，请两位在这里签字，确认无误后，就可以领取离婚证了。爸爸拿起笔，却没立刻签，反而转头看妈妈，语气带着点调侃：“婉婉，你真要签啊？不后悔？”林青阿姨在旁边帮腔：“是啊，嫂子，你再想想，林哥这么爱你，囡囡也需要爸爸，你真舍得离婚？我不明白，明明他巴不得爸爸妈妈离婚，为什么又要在这里装好人？我童言无忌。阿姨，你都和我爸爸滚一张床上了，为什么还不希望我妈妈离婚啊？是因为喜欢做小三吗？”林青阿姨涨红了脸。爸爸起身，怒视我：“林瑜，你就是这样和长辈说话的？你的家教呢？”妈妈一把将我护在怀里，抬头看向爸爸时，眼神瞬间冷了下来。林沐晨，你好孩子干什么？囡囡说的不是事实吗？爸爸愣了一下，不自然地解释：“你怎么也跟着孩子胡说？我和青青只是朋友。”这话他说出口都没有底气。这一刻，我突然理解了妈妈曾经的绝望和无助。我悄悄往妈妈身边靠了靠，用小小的身体贴着她的胳膊。妈妈眼神软了下来，冲我笑了笑，又重重在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爸爸的神情在妈妈签字那一刻，一点点僵住，变成了错愕和不敢相信。你真签了？妈妈把签好的表推给工作人员，才转头看他，语气平静的像在说天气。林沐晨，我从来没和你开玩笑。爸爸手里的笔啪嗒一声掉在桌上，他盯着妈妈的签名，又看看妈妈眼底没有丝毫波澜的眼神，喉结动了动，却没说出话来。以前不管妈妈怎么闹，爸爸都觉得妈妈离不开他，可今天妈妈毫不犹豫的签字，像一记重锤，狠狠砸碎了他所有的笃定。工作人员提醒他：“先生，该您签字了。”爸爸目光深邃，盯着妈妈，不知想到了什么，嗤笑一声：“沈婉，不就是一件小事吗？你用得着这么上纲上线？希望这次你能硬气久一点。”妈妈点头：“快点，我还有事。”爸爸像赌气似的，刷刷刷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在这一刻，妈妈终于获得了自由。飞机穿过云层时，我趴在舷窗边，看着下方逐渐缩小成积木模样的城市，突然回头问妈妈：“我们还会回来吗？”妈妈正低头修改设计稿，闻言抬头朝我笑了笑：“等囡囡想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回来。但现在，我们要去看新的风景了。”我露出个大大的微笑：“好的，妈妈。”德国的公寓不大，却被妈妈布置得格外温馨。落地窗外是成片的梧桐，每到傍晚，夕阳会把房间染成暖金色。妈妈白天去学校上课，
我就在附近的国际学校读书，而我们离开后，国内的情况却彻底乱了套。最先出事的是林青，在我们出国前，妈妈已经交代了律师，把林青和爸爸出轨的消息公之于众。一时间，井号林青心机女，井号林沐晨渣男，词条霸占了热搜。以前那些夸林青善解人意、神仙爱情的网友，纷纷开始反转骂他。公司股票大跌，林青和爸爸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爸爸和林青也彻底断绝了关系。我是从国内的亲戚那里听到这些消息的。亲戚在视频里叹气：你爸爸现在毁的肠子都青了，天天拿着你妈妈以前的照片发呆，还总问我们有没有你妈妈的消息。可这时候，妈妈已经凭借出色的设计，在德国小有名气了。而不久，妈妈的作品在柏林时装周展出，我作为妈妈的模特在 T 台上走秀，骄傲的不行。此刻的妈妈风华正茂，身边还多了不少追求者。爸爸第一次联系我们，是在我们出国后的第5个月。那天妈妈在叫我画画，我的手表突然响了，看到来电显示时，妈妈的动作顿了一下。大人之间的事，和小孩无关。我犹豫了很久，还是按下了接听键。电话那头传来爸爸沙哑的声音，和以前那个意气风发的他完全不一样。囡囡，你和妈妈还好吗？我们很好，我小声说。爸爸沉默了很久，才又开口，能不能让妈妈接个电话？爸爸有话想跟他说。我看向妈妈，妈妈摇了摇头。我只好跟爸爸说，妈妈在忙，没时间接电话。爸爸还想说什么，我却想起以前他一次次丢下我和妈妈的样子，忍不住打断他。爸爸，你以前总说妈妈离不开你，可现在妈妈已经不需要你了，你还是别再打扰我们了。说完，我就挂了电话。回头时，看到妈妈眼里闪着泪光，却笑着摸了摸我的头。囡囡做得对，我们要往前看。可爸爸并没有就此放弃，他开始疯狂地给妈妈发消息，从一开始的道歉，到后来的哀求，甚至还说要放弃国内的公司，来德国找我们。妈妈从来没有回复过，只是把他的号码一次次拉黑。有次我们去慕尼克旅游，在一家美术馆里，我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爸爸。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外套，头发乱蓬蓬的，看起来憔悴了很多。他看到我们时，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，快步朝我们走过来。我下意识地躲到妈妈身后，妈妈把我护在怀里，冷静地看着他。林沐晨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爸爸的脚步顿住，目光刺痛，脸上满是愧疚。婉婉，我找了你们很久，我知道以前是我错了，我不该忽略你，不该维护林青，更不该让你受那么多委屈。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妈妈摇着头。林沐晨，我们已经结束了，我现在的生活很好，囡囡也很好，我们不需要再回到过去。可是我后悔了。婉婉，爸爸的声音哽咽。我每天都在想，要是当初我没有那么对你，要是我早点道歉，我们是不是就不会走到这一步？我知道我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行不行？妈妈看着他，眼神里没有恨，也没有爱，只有一种淡淡的平静。后悔是没有用的。以前我为你放弃了梦想，放弃了尊严，可你从来没有珍惜过。爸爸僵在原地，像是被妈妈的话抽走了所有力气。他垂在身侧的手紧紧攥着，指节泛白，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。我从妈妈身后偷偷看他，发现他眼底的光亮一点点暗下去，取而代之的是密密麻麻的红血丝，像极了以前妈妈偷偷哭过后的样子。可那时候，他从来没在意过。
或许说，他在无视。婉婉，我知道，我知道我以前混蛋。他的声音带着颤抖，往前挪了一小步，却又在妈妈冷淡的目光里停住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，是个皱巴巴的信封，递到妈妈面前。这是我托人找的，你以前申请德国设计学院的录取通知书，当年你为了我放弃了，我去年把它找回来了，还帮你补交了材料，想告诉你，你随时可以去读书。妈妈的目光终于落在信封上，那是个印着学院徽章的白色信封，边角已经被磨得发毛，显然是被人反复抹撒过。可他只是看了一眼，就移开了视线，声音依旧平静。不用了，我已经拿到新的录取通知书了。爸爸的手僵在半空，信封从他指尖滑下来，掉在地上。他弯腰去捡，动作笨拙得像个孩子，手指颤抖好几次都没碰到信封。婉婉，我知道现在说这些都晚了。他捡起信封，紧紧攥在手里，指腹把信封的边缘捏得更皱。我前段时间去了滨江公寓，看到你以前放在阳台的桂花盆栽还活着，我每天都去浇水，怕它干死。我还把你留在抽屉里的设计稿都整理好了，放在你以前用的画架上，就像你还在那里画画一样。他的声音越来越低，最后几乎成了呢喃。我甚至想过，等你回来，我就把公司卖了，陪你去学设计，陪囡囡去游乐园，弥补以前所有的遗憾。可我现在才知道，我连让你回头看我一眼的资格都没有。妈妈这时候才转头看他，眼神里没有了刚才的冷淡，却多了几分释然。现在说这些，还有什么意思呢？你一次次因为林青抛弃我们这个家，囡囡烧到39度，你却陪着她喝酒到半夜。你明明有妻子孩子，却和别的女人不清不楚，一步步把我逼疯，却怪我控制欲强。我理解你工作忙，所以家里大小事我从来没让你操过心。我理解你应酬多，所以每次你喝醉回家，我都给你煮好醒酒汤。我甚至理解你和青青的兄弟情，一次次说服自己原谅你。可林沐晨，我的理解换来了什么？换来了你变本加厉的忽视，换来了林青一次次的挑衅，换来了我对婚姻的失望。现在我终于找回了自己，也找到了属于我和囡囡的生活。我不会再回头了，以后别再来了。看见你一次，我就会想起那段失败又恶心的婚姻。说完，妈妈牵着我的手，转身就走。我看着妈妈眼里的平静，突然明白，爸爸的后悔，就像美术馆里那幅墨画完的画，满是遗憾，却再也没办法补全了。而我们，早就拿着新的画笔，在属于自己的画布上，画起了更明亮的未来。我回头看了一眼，爸爸还站在原地，像个迷路的孩子，眼眶红红的，却再也没有追上来。后来，爸爸再也没有联系过我们，只是他把公司的股份也都过户给了我。而我和妈妈在德国过着平静又幸福的生活。妈妈毕业后开了自己的设计工作室，还收了几个年轻的徒弟。我也慢慢适应了这里的生活，交到了很多好朋友。有时候我会问妈妈，你现在还会想起以前的事吗？妈妈总会笑着说，当然会啊，但那些事已经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妈妈现在有你，有自己的梦想，还有我们的新家。是啊，那些不开心的过去，就像飞机穿过的云层，早就被抛在了身后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，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
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